Hello，大家好，我是郭有才，一个比特币的老玩家。今天这期视频呢，我讲两件事情，一个是讲一下比特币的行情，然后再讲一下之前就有跟大家介绍过的那几个跟单的交易所的其中一个就跟的一个结果。先说比特币的行情吧，大家看到现在我展示出来，就你们看到的是比特币 USD 就 BTC USD 在 Bybit 的1分钟的图。那么这个图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在这根白色的线这里，它一过去，马上就迎来了一个下跌。我们现在把它换成4小时图，我们看一下这是哪里。好，我们换成4小时图之后，大家应该看到了这个现在的这个位置，现在价格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比特币这个 BTC USD 下降通道斐波那契下降通道的0.236的位置0.236的位置。这个0.236的位置呢，在比特币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震荡之后，大家看到这是你们之前看到震荡图形，这里一个点说一下，就是大家发现这个震荡的这个横线是不是跟现在线没有完全的重叠在一起，就没有完全对齐，对吗？是因为我把这个通道稍微调了一下下，我把这个下面的这个1的位置还有上面0的位置都有稍的微调，其实也基本上你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这样微调过后呢，我会觉得它的各种上下点位变得更加的准确了。比如说大家看这一段，像这一段的0.382的位置，还有这种位置，我觉得是准到有点离谱的那种准啊，就非常的有效啊，非常的有效。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子，把它稍微的调一下。我现在把这些多余的地方清掉，不然大家看起来会有点太过于混乱了。好，我现在清掉了。清掉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清爽的一个界面，就是这个斐波那契通道呢，它的有效性非常的高，稍的微调一下。那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改一下；你不愿意不改它没有问题。那现在这个图形呢，我会觉得它有效性更加的高了。你看这些位置，这些位置，这刚刚都已经画过了，这些位置非常高。所以呢，根据现在这个，那比特币也是在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震荡。那我之前发的视频基本上讲的都是震荡，它的震荡区间呢，当时说的应该是在这个区间之内，对吧？在这个区间之内，那实际上的结果呢，也的确它是在这个区间之内进行了震荡，但是它整体会倾向于是一个，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横盘的一个结果，大家看得见吗？这样子，就这样画出来，你就会觉得很明显，它很像是一个横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来看呢，我们通过下方的量能，就你去看下方的这个比特币的量能的话呢，其实在我看来呢，我其实在大概1周多2周以前，我就有跟大家说，我希望可以开始做一个多头去看涨比特币，或者说我希望它涨吧。但是事实上呢，在3-4天前出现了一个多头的一个相对强势的这样的一个量能之后，但是这个多头量能从总体来看，你横向对比的话，它依然很弱你看跟前面那些空头比，这种是这样子的一个差距，就只有之前一个相对低的一个空头量能的一半，它依然还是比较弱的这样的一个空头的一个多头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在之后因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多头的绝对强势之后，比特币价格呢，它是走了一个 U 型，但是后来慢慢的往上，它过了这个0.382，终于过了等了好多天了。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等了好多天，希望比特币价格可以过去，可以上去，这样子不会被这个0.382压着。可是呢，过去了之后呢，随后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多头的量能虽然说这2天它依然还是有一点点增量。但是就今天的这一段有点增量，但是它这个增量呢很弱，
就我想说出来的结论呢，就是我认为它会在遇到这个0.236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回调，它很大概率还会回到0.382，就还继续是这个下降通道。那这个0.382的价格呢，差不多就要到28700这样子，28000。28800、8700，甚至是更低一点点。原因就还是刚才说的，因为多头的量能在我看来不是特别的强势它不是很充沛的这样一个量能，它没有表现出来，它很想要，或者说多头很想要让现在的价格去离开当前这样的一个区间那正好呢又到了这个0.236的一个。在自然交易理论里面，我们叫做它是一个弱引力位那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呢，它会上去没有问题，而且你们看到这2根线，2个4小时，其实3个4小时基本上都在这根线这里被压着。到了这个弱引力位之后呢，它会失去它的引力就根据这套理论的话，失去引力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回调，而0.382呢是一个强引力位，所以价格就有比较大的概率。我说比较大概率是真的比较大的概率，它会去再往下回调到一个0.382的位置，也就是这个也就是28700、28800这样的一个点位。那其实以太坊的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跟比特币是差不多的，有一个特点跟大家说一下，你们看这边涨幅，就是以太坊的涨幅，以太的涨幅呢现在是3.72。比特呢是3.39，其实这在以前是不太多出现的情况。什么意思呢？通常比特币涨1%，以太都会涨2%或者是1.5%。可是现在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比特币涨3%或4%以太呢也就是涨4%或5%，它不会出现以前的那种很大的一个差距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现在整体市场不是那么好，包括流动性也不是那么好。我今天在我的这个 Twitter 里面也有发一个视频，就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尝试去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空单，挂了一个空单，我试着挂了一个空单是5个比特币的，这5个比特币的空单在293几的时候，它成交都花了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才成交，这是盘口的价格我在盘口挂的单子用了5分钟才成交，这是很离谱的。换句话说，得出来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现在市场的流动性已经很糟糕了，非常的糟糕。像 Bybit 这样子的一个大锁，它都流动性都这么的差，那就更不用说其他的锁是什么样子。就你的单子其实是很难在一个你很想要的价格去成交当然这个会有点复杂，就不在这里多说了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报名参加我自然交易理论课程，我在课上会讲的更加细致一些。那回到这个盘面，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流动性的问题，那流动性的问题呢，反馈到以太坊和比特币他们这样的一个比例上面，因为流动性不行，所以其实现在这些以太相关的生态它都没有以前那么的活跃了，甚至说它在升级了 2.0 之后，它的活跃的程度其实是降低了很多，因为很多人开始对它产生了一些质疑吧，大家还没有看清楚它这个 2.0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制，虽然很多人去讲它是什么样的机制但是真的跟你的钱相关的时候，跟你赚钱相关，或者是跟你去它这个叫它以太是这个 staking 的模式嘛 ，POS 的模式，跟你 staking 的时候相关的时候，跟你的钱直接相关的时候，人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去接受它的那一套新的模式，所以它就明显表现的没有那么的活跃了。而比特币的振幅呢，也就跟以太坊的振幅变得非常的接近，或者说是以太坊的振幅，它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很大程度的超越比特币的一个这样的振幅。那我认为这个很正常，就是在市场比较凉的情况下，这样子很正常。而我相信呢，以后一定还会有机会，就是当市场重新完全热起来的时候，以太坊依然
会保持之前那样子，就是会回到之前那样子，跟比特币拉开一个涨幅的差距，或者说叫振幅的差距吧，振幅的差距，就它振幅呢会回到跟比特币比起来是1.5或者是2倍这样子的一个振幅。这个是我想要说的关于比特币行情的部分，然后再稍微的看一下之前的这个，就是之前有推荐过，有跟大家讲过这个Prime XBT， 然后我是自己去跟了3个这样子的这个交易员，已经跟了有一段时间了，几天吧，1周吧，可能有1周吧。那我看到的情况也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我跟了3个人，然后我跟的量都很少，0.001个比特币，0.003个比特币。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的东西，我1点多的钱我都不愿意放进去，但是我可以用很小的一个金额去尝试一下，通过时间换空间去尝试一下他们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目前来看呢，这个 Optitrade B 它是完全没有交易的，这么多天都没有交易，而这个 Fractals 是叫 Fractals 吧 ，Fractals 也是完全没有交易。而这个 Beats 呢，它就有交易了，而目前来看呢，是一个亏损的状态我总共是放了就是0.003个比特币，那它现在是亏了0.0004，亏0.0004，那也就是大概10%的12%这样的一个亏损。我看看 total profit， 不对，不好意思。是他已经亏了3 USD， 就是亏了太多个零了，不好意思，1、2、3、4个零，就算3个零1个1吧，也就已经亏了3%。然后今天的情况呢，是他又亏了12%这样子。我觉得目前这个时间还有点短，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有很多个这样子的一个交易员很多个。目前时间呢还有点短，我觉得还需要再给他们多一些时间去操作，给他们去操作，然后用时间换空间，看看之后他们的表现怎么样。但是我不得不指出来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平台，就是 Prime XBT 呢，它现在这边这些 follower 的一个 equity， 就是他们的总的投入的金额，他们用来跟单的金额并不是特别的多，这是第一个问题。比如说最大这一个才5.8个比特币，在我看来这很少啊。就如果你是跟单平台的话，很少。我记得之前 Bitget 这一边的都还蛮多的，Bitget 这边的都还蛮多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他们可以跟的这些交易对呢不是特别的多比如说以太的基本上就没有，主要的都在比特币。然后 USDT 呢也还好，但是也没有比特币多，比特币是最多的，其他的什么 USDC 这种就更加的非主流了，那这个是它这边情况。就我觉得，我现在实际的试一试看吧。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就是现在它有活动你可以尝试一下。它应该是最高赠金可以有$7000，非常多。这个应该也是我遇到过的最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就真的非常多。然后它，就我不认为它是一个杀猪盘了，不认为是那种，因为它其实活了很久了，而且它在欧美那一边的一个社区的情况还不错。不过在华人圈确实用的比较少。我也跟大家讲过，它这个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交易很多奇奇怪怪的交易对奇奇怪怪的，就是那种比如说什么美元欧元日元外汇原油股指期货就是很多这样子的东西它可以交易在这边就你看到很奇怪的都很奇怪，还有纳斯达克指数纳斯达看到吗？就可以交易这些东西，就很好玩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这个是Prime XBT 它有活动注意这个是我觉得对每位观众有价值的地方，它有这个充值的活动，那你可以去试试看，然后跟单的功能呢也可以试试看，这个是我想说的，就关于这个。那接下来持续的保持一个关注吧，就大家拿我拿自己当小白鼠，然后大家就观看小白鼠的一个生长的情况就好了。
到时候我再过一段时间，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一个跟单的情况。然后其他的交易所像 Bitget 啊，像之前还有一个什么所也是有跟单功能的，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我等一下回头看一下。然后我都会转些钱进去，去实际的跟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OK， 今天的视频呢就先说到这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视频点赞、关注我的频道以及转发给你的朋友。最后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关注我的 Twitter 啊，就叫公有财，或者是加入我的 Discord 的社区啊。我只有 Discord 社区，只有一个 Twitter， 所有东西都是唯一的。那一旦不是我去表达、去跟你联系或什么的，请千万不要相信啊。OK， 就这样子，拜拜。